嗨，我是 Stella， 在粉丝和朋友的鼓励下，想尝试来讲点时事。不过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去讲想说的，不一定是多深度、多宏观的观点，只是想传达有些事确实正在发生，也希望各位可以给点意见咯。今天就来聊聊最近的时事，阿富汗局势，塔利班掌权。20年前，阿富汗在塔利班的执政下，女权是非常低落的，女生是被禁止上班上学的。你说不用上班，很爽啊。可是如果你只能穿仅能露出眼睛的布卡，并且呢在公开场合中你是没有名字的存在的，例如说你是某某的女儿，喜帖上你是某某的太太，你的孩子的出生证明上不会有你的名字。在偏远地区，你甚至会被丈夫称为我的鸡，我的羊。即使你过世了，你的墓碑上面也不会直接写出你的名字。你不禁开始怀疑啊，是不是自始至终你从来都没有存在过？如今塔利班推翻阿富汗政府，重新夺回政权，很正常的，你也会开始想，是不是你又要重回20年前黑暗的日子？阿富汗的女性并不是默默承受一切，不争取自己的权益哦。共有2次发起较大型的网络运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一次是2017年的 Where is my name？ 我的名字在哪里？这就是针对前面讲的，把女性边缘化，成为某某的附属品。对啊，因为我是有名字的嘛，为什么不以名字来称呼我呢？但遭到不少的反对声浪，认为这个违反阿富汗价值。我查了一下，在想是不是《可兰经》第4章。抱歉，这我真的背不起来，我要照着念了。男人是维护妇女的，因为真主使他们比他们更优越，又因为他们所废的财产，你们怕他们执拗的妇女，你们应该劝诫他们，可以和他们同床异被，可以打他们。后面还有一大串，但就先念到这里。这个的延伸，在这边虽然听起来有点荒唐，但是在那个年代，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部落要在沙漠中互相争夺水源和粮食，女性就有先天上体格不利，常常成为利益交换的筹码，甚至你可能一出生，父母就直接把你埋了。但《古兰经》出现以后，在它章节的许多地方都有提到女性的生存权益，也有明文禁止活埋。虽然你从现在的角度看起来，这个离平等还有一大段距离吧，但那时确实是最低的保护住了女性生存的权益。不过啊，我觉得经文都这么久以前了，诠释起来真的是太老旧了，时空背景都不同了，怎么还能做同样的规范呢？说回网络运动，2019年，阿富汗的妇女发起了我的底线运动，就叫做 My Red Line。主要是塔利班政府在2001年垮台之后，阿富汗妇女虽然有在法律上获得保障，但这并不保证她在职场或在家里获得平等的对待。阿富汗国家自行车队的队员萨敏他就说，女性从事体育活动是她的底线，我们要和平，也要继续运动和骑自行车。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比起2017年，这次是争取更进一步的女性权益。好，我们了解了一些相关的历史，时间拉回到现在，塔利班从农村包围都市，美军撤军只是一个契机，本身政府军的军纪散漫等等的，都是造成现今状况的因素。8月26日更是遭受 ISIS-K 的攻击，整体局势混乱。这边补充一下，ISIS-K 从名字可以看得出来，它效忠的是 ISIS 吗？与塔利班的政治理念不同，ISIS 的目标是成立跨亚非以穆斯林为主的伊斯兰帝国，塔利班的目标是建立以伊斯兰为主的阿富汗，对境外是没有野心的。好啦，尽管塔利班的发言人沙欣再三的强调，在塔利班的统治下，女性呢能过着自由的生活，但是塔利班尊重女性的承诺能够当真吗？因为实际上街头女性的广告都消失了。此外，塔利班的法律是允许同婚的。BBC 的报道也指出，在当地武装分子已经开始要求每一家把没有结婚的女性还有家里的女童交出来，当作士兵的妻子。听到这里，或许身在远方的我们没有办法立刻伸出援手，
但我们需要知道这些难以想象的事是确实正在发生的。大家呢可以把双手交叠在眼前，就像你在看恐怖片的时候要看又不敢看的样子。你能想象每天就从这样子的洞孔来看世界吗？实在是模糊不清，而且视野有限，真的跟恐怖片一样。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位女议长法奇亚告诉所有阿富汗人，自由不是神赐予你的，是人们去努力争取的。我们除了珍惜前人争取而来的自由，也要了解我们上网酸人这些稀松平常的事情，有些人却只能从指缝大的视野来生活。如果有任何需要改进的，请留言给我吧。那也有许愿主题的也可以，我会尽量完成。那别忘了按赞、订阅、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拜拜。